大家好，我是冰角，欢迎来到 LeetCode 题目编号的第二题。为什么是第二题呢？这一题很有可能是很多人人生中刷的第一题，因为 LeetCode 编号第一题的题目太难了，所以说不定很多人都直接放弃了，选择直接跳过，所以来做第二题。那第二题呢是 Linked List 的学步题。如果你已经知道什么是 Linked List，可以直接跳到思路的章节。不过，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 linked list，我会在这里快速的解释什么是 linked list。这一题只会用到 linked list 最基本的两个操作：便利节点与新增节点，算是很适合起步的题目。首先，linked list 跟 array 是资料结构的两大基石。只要你不会这两个东西，后面所有的资料结构你都做不出来，更不用说依赖这两个资料结构实做的演算法了。通常一个 linked list 的节点在记忆体中会有两个变数值，分别是 value 去记录这个 list 的内容的资料，然后一个指标 next 指向下一个 linked list。通常我们在画的时候会简化成下面那个样子，用一个圆圈跟一个箭头代替，那个指向下一个节点的 next 的指标就不会特别写出来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LeetCode 在编辑区，它直接用注解告诉了你现在这个题目它的 linked list 每一个 node 的结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有一个 int value 代表这个节点的资料内容，以及指向下一个 list node 的指标 next。那么下面还有三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 C 加加的 constructor，或者中文翻作建构子，在台湾叫做建构子。那我们接下来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三个 constructor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constructor 是 C 加加在初始化物件的时候的方法。这个题目它给了你三种不同的 constructor。第一个 constructor 它是不带参数的 constructor。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如果你在程式里面宣告一个指标 ptra，然后指向一个 new list node，然后不带参数的 constructor，它呢就会做出一个 value 是零，然后指向 null pointer 的一个 node，也就是这一个，然后零呢这个，然后我们通常呢习惯把 null pointer 直接打一个叉，所以就会简化成这样。然后所以同理呢，第二个 constructor，我们在 code 里面宣告一个 ptrb，用一个 list node 带一个 int 参数的方式去初始化它，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值是114514，然后指向 null pointer 的一个 node，然后以此类推，第三个 constructor 同时给了两个参数，分别是一个整数 x 跟一个 list node 指向 next 的指标。那我们下面宣告的指标指向的 node 是 ptra 的 node。接下来呢，如果我用第三个 constructor，我就会得到一个1919810893893，然后这个 node，那它指向谁呢？它指向刚开始我们宣告的第一个 pointer a。我把 pointer 全部都写上去，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释这个题目在问什么。好，这个题目的叙述呢，其实并没有很复杂，它给了你两个 linked list，然后代表一个很长的整数，然后这个整数的表示方法呢是反着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个 example 2指向4指向3，它代表的整数是342啊。它这里题目有说反序排列的，它是反过来看的，所以这个5呢指到6呢指向4呢，代表的整数是465。然后题目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叫你模拟直式加法，把排在最左边的对齐，然后加起来乘到新的 node，然后回传这个新的 node 的值，当成一个新的整数。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node 啊，第一个 node 2加5等于7，然后4加6等于10，
但为什么这里是0呢？因为这个 linked list 是以一个 node 来表示一个个位数，然后把整个 list 串起来才是一个长整数，所以遇到10的时候它就进位了。那进位之后这边就只留下0，那个1就会进位到下一位去。所以这一边第3个 node 3加4等于7，但是最后结果是8，是因为它把上一位的进位加进来了。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7指向0指向8。然后下面的 example 告诉你这个数字是反着看的，342。300从右边开始看，342加465等于807，然后要记得进位。然后我们上面的题目跟 Excel 看完，就不要急着先开始写，先拉到最下面看一下 constraints， 这个常常会有陷阱。好，我们来看还有什么限制啊？首先 ，the number of nodes in each linked list is in the range 100，什么意思？就是这个 linked list 的长度有可能只有一个，或者是有100个。好，这是什么意思呢？代表假设这个 linked list 的有100个，那这个整数就有100位。有100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把它转成 int 之后加起来，然后再转成 linked list，因为我们的 int 在 C 语言里面 ，int 的范围，假设我宣告一个 int a， 那这个 int 的范围只有4个 byte， 4个 byte 有多大？它可以表示-2147483648到正-2147483647这个范围。那如果你记不起来，就记2乘以10的9次方，然后正负。好 ，int 可以存的整数范围就只有正负2乘以10的9次方。那这里它告诉你历史的长度是100的意思，就是这个数字会是10的100次方。好，它很明显的超过了这4个 byte 可以储存的整数的上限，所以你不能把它转成整数之后加起来再转回去，你必须老老实实的使用指示加法把它加起来。这个 constraint 你读完题目之后，接下来马上要看的东西就是这个，它有的时候会藏一些陷阱在里面。然后再来每个 node 里面的值介于0到9，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第3个，他是说题目保证他给你的整数里面不会有前导0。什么叫前导0？就是他不会给你一个整数叫做00123啊，前面不会有多余的0。如果是123，他就只会给你123啊，他反着给的应该是3指向2指向1啊，它前面不会有多余的0。然后接下来还没完，它虽然已经把限制写在这里了，它限制长度以及 linked list 里面的数值。那它什么东西没有写？它没有写的东西都代表没有限制，什么意思？它没有告诉你2个 list 一定会一样长，对吧？它没有告诉你2个 list 会一样长，就代表2个 list 会不一样长。好，这个是他故意不告诉你的。然后他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你？他没有跟你保证，我们拿到2个 list L1 跟 L2。他也没有保证 L1 的长度会比 L2 长，所以这里面除了限制以外，它还有几个隐藏的陷阱。它没有给你的保证，你自己不能做假设。第一个，它没有保证 L1 跟 L2 一样长；再来，它也没有保证 L1 长度会大于 L2。所以你开始写程式的时候，上面所有的 case 你都要处理到2个 linked list 的长度不一样长。而且不一定哪一个比较长的时候，你都要能处理。好，这些东西都思考完之后，再开始写code。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图来模拟这个直式加法的过程。啊，因为题目已经很好心了，它帮你把 linked list 从左到右反过来了，所以我们的直式加法呢，就直接靠左对齐，然后就开始加了。好，但我们还需要一个 carry 的位置来记录，如果有进位的话，我们要把进位的那个值记下来。好，那从直式加法最左边开始 ，P 指向 L1 的第一个 node，Q 指向 L2 的第一个 node。然后我们把 P 跟 Q 里面的数值相加之后，存到答案的 linked list 的 node 里面。所以9加2等于11。那我们只留个位数1，然后把进位值的1存到 carry 里面，等待下一位
再来计算。好，那接下来呢，第一个数字算完了，那我们的 P 跟 Q 就会往前走一位。我们的 P、Q 往前走一位之后，P 这个位置的 link list 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我们就当它是0。那 Q 这个位置指向的数值是9，那我们还有一个 carry 上一位的进位1，所以在这一步呢，我们就直接让9加1等于10，然后填到 R 指向的 link list 的 node 里面。但因为等于10嘛，所以我们保留个位数，然后有一个进位1移到下一位，然后这一个位数做完了，我们让 PQ 再往前走一位。好，实际上呢，因为 P 已经走到底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无所谓。那我们一样当 P 的值是0，然后 Q 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东西了，但是我们的 carry 进位值还有一个1，那这个1呢，它还是得算的，所以最后呢，最后一个 list 就把我们 carry 算出来的进位1再填进来，那我们的 link list 就做完了，回传最后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答案。好，那我们开始来写 code。好，我先把白板复原，来重复我们刚刚的整个过程。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写 code。首先，我需要一个 P 跟 Q 的指标，分别指向 L1 跟 L2 的开头。然后呢，我还需要2个东西。第一个，我需要一个 carry。然后呢，我还需要一个答案的 list node。我们的答案需要一个 link list 去存放。好，那我们宣告一个负责存放答案的 link list。然后我们再宣告一个指标，去指向这个答案的 link list， 然后以便于我们之后的操作。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运算了。首先，我们一位一位的来算。我们需要一个回圈，好，里面的条件我们先不写，我们先开始看里面要怎么算啊。首先，我要先把 P 跟 Q 指向的第一个位置的值拿出来，所以我的 P， 我叫它 P value。P value 是多少呢？首先，我要先检查 P 指向的 link list node 是不是空的。如果它是空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值当做是0。那如果它不是空的，我们就把里面的值取出来。好，这里我用到了3元运算子啊，它等价于，如果你不会3元运算子的话，上面的那个3元运算子一行的 code， 它等价于下面的这个 if else。但因为它的逻辑很简单，所以我们这里用3元运算子处理它。啊，太复杂的 if else code 还是推荐各位使用普通的 if else 就好。好，这里我们写 Q， 我们把 Q 的值拿出来，它的逻辑跟上面的 P 是一样的。好，这样我就拿到 P 跟 Q 指向的 node 里面的值了。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模拟直式加法，我们把 P 跟 Q 的位置代表的值加起来。好，这里呢要记得加上进位，因为到下一轮开始我们就有进位了。好，那第一轮没有进位没有关系，我们在宣告 carry 的时候 ，carry 就是0，所以第一轮 carry 不会有值。第二轮开始的话有回圈，可能 carry 就会有值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计算位数的时候，要记得把3个值都加起来，包含 list node 里面本来的值，再加上上一位可能有的进位，因为加起来之后它有可能是个10位数。我们要怎么把10位数进位的部分跟剩下个位数的部分抽出来？我们习惯会这样做，在 C 语言里面，我们就直接让进位等于 digit sum 除以10。好，再来，我要把个位数保留下来。好，我直接让 digit sum 算出除以10的余数，这样我就拿到个位数了。那接下来呢，我要把算完的结果放到答案的 link lis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白板啊，这边是空的，这边没有东西，所以我们要先做出一个 list node。在第一轮，我们发现 R 这个指标指向的位置是空的。好，上面好习惯，我要让它等于
null pointer。好，我们判断 R 如果是 null pointer，代表我们这个时候 R 指向的是一个空的 list， 所以我们要帮它做一个 head 出来。怎么做一个 head 出来？直接让 R 有一个新的记忆体，然后我用 constructor 直接帮它初始化。那这个新的值我们要填的是 digit 上。好，这样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让这个 answer list 的开头指向我们创造出来的新的节点。好，那我们让 answer head 指向 R，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白板，我们就用 constructor 做出来一个 node， 然后里面的结果是两个加起来的和，这边9加2除以10的余数是1，然后指向一个 null pointer。现在 answer head 就指向了我们刚刚新做出来的 list node 的头。我们继续往下做，我们第一位加完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白板，我们要把 P 跟 Q 往前走一位。那 R 呢，暂时先不用动。好，现在我们看到来到了第2轮的回圈。现在 P 指向的位置已经是 null pointer 的位置了，所以在我们判断 P value 的时候，我们就让 P 的 value 等于0。然后 Q 指向的位置是有值的，所以这个时候 Q 会被 assign Q 这个节点里面的值。那我们继续把 P 的 value 也就是0，Q 的 value 也就是现在 Q 里面的值是9，以及上一位我们算出来的进位啊，忘了写进位，上一轮有个进位1，我们把 digit 上也就是0加9加1算出来的值等于10，所以我们一样算出了下一位 carry 等于1，然后 digit 上除以10的余数是0。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在我们的 answer 的 list 再新增一个新的答案的节点。好，要怎么做呢？现在 R 指向了一个不是 null pointer 的东西嘛，现在 R 有值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在目前的 R 的后面 insert 一个新的节点，然后把目前算出来的 digit 上塞进去，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白板。我们先让 R 的 next 用 constructor 做出一个新的节点，然后呢，它放入了这一轮算出来的 digit 上，也就是0，这边有一个新的 carry。那我们 create 出一个新的节点之后，我们让 R 往前走一位。好，现在 R 往前走到了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呢 ，P 跟 Q 就要再继续往前走一位了。但是我们发现 P 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所以我们就让 P 停在原来的地方就好了。那 Q 呢，就继续往下走。但是在程式码里面，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 P 呢，在第2轮的时候，它已经指向一个 null pointer 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写，因为 P 的 next 它就没有办法正确的解析，所以我们在前面要做一个判断。当 P 不是 null pointer 的时候，我们才让 P 往前走。那 Q 同理，因为题目没有保证 P 跟 Q 哪一个比较长，所以我们 P 跟 Q 都要做这个检查。那接着我们的回圈就来到了下一轮，我们再看我们的 P 跟 Q。好，这个时候 P 呢，它指向一个 null pointer， 所以我们让 P 的 value 等于0。然后 Q 呢，它现在也指向一个 null pointer， 所以 Q 现在的 value 也是0。那 carry 呢有值哦，我们上一轮也有算出一个进位，所以在这里呢 digit 上等于 P 的 value 是0， Q 的 value 也是0，但是 carry 是1，所以 digit 上有一个值是1。那我们继续往下走。这个时候 R 不是指向一个空的值，所以我们的 else 会走到下面这个节点，也就是我们的 R 的 next， 我们会再 create 一个新的 node， 然后把 digit 上放进去。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白板，好，这里 R 的 next， 我们又 create 一个新的节点，把我们刚刚算出来的和放进去。然后呢 R 再往前走一步 ，R 走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回到程式码，继续往下走。当 P 不等于 null pointer 的时候 ，P 才往前走；那 Q 不等于 null pointer 的时候， Q 才往前走。好，走到这里呢，你会发现其实两个 list 都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 P 跟 Q 都已经没办法再往前走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回圈的边界条件就可以写出来了，因为这里就不用继续算了。什么时候这个while回圈底下的事情要继续做？也就是当 P 跟 Q 里面其中一个指向的位置有内容，我们就要继续做。那我们的边界条件就可以写成这样了 ：P 不等于 null pointer， 或者 Q 不等于 null pointer。好，只要 P 跟 Q 其中一个里面还有东西，我们就要继续做。那我们还少了一个东西啊，就是 P 跟 Q 即使它是空的，
如果最后一位加完还有进位的时候，下面这个还是要多一个值去存多出来的那个进位。所以当 carry 不是0的时候，下面这个回圈还是要再做一次，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把答案所有的节点全部都连起来。这一题就做完了。好，那我们要回传什么呢？我们回来看我们的白板，现在 answer head 指向的内容就是答案的节点，然后它告诉你，题目告诉你说，你按照原来的方式用反着的顺序回传你的 answer 就好。所以其实这里我们直接 return 我们的 answer head 就好了。好，那我们来 run 一下。这是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程式。好，为什么这是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程式呢？因为可能有人已经发现了，在这个回圈里面啊，当我们的答案的节点是空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 head 的节点。但是呢，这件事情只会做一次，对吧？在之后的回圈 create head 这件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它只会做一次而已。所以这个 if 的 block 它不需要在while回圈里面每一次都做这个判断。那我们该怎么做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去掉呢？其实在 linked list 里面有一个很常用的方法，我们叫它 dummy head。我们在整个 list 的开头给它一个假的节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白板。好，我们的 list 呢一开始是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个 list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逻辑来新增一个 head 的节点。但是呢，这样就会让你的程式码多一个 if 的判断式，这样我们就做了一些多余的事情。那有一个技巧叫做虚拟头节点，我们叫它 dummy head。dummy head 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做一个虚拟的头节点，放在这一开头。然后让 R 呢就指向这个虚拟的头节点，这样之后呢，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变成都是往后插入一个节点，我们就不用对 head 节点，这里才是真正的 head， 我们就不用对 head 的节点做额外的边界处理了，我们所有的逻辑都可以变成在 R 的后面接上一个节点就好了。好，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回我们程式码的部分。首先，我们把这个 answer head 的指标换成一个 dummy head， 然后我们宣告 dummy head 的方式是用一个区域变数。好，为什么用区域变数呢？我们最后会解释。那 R 这个指标呢，我们就指向 dummy head 的位置。我们指向 dummy head 的记忆体位置，所以前面要加一个 and。然后呢，这一段判断 head 的逻辑就可以直接去掉了。然后直接去掉之后呢，最后我们要 return 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把 head 换成 dummy head 了，所以真正的 head 呢，其实是 dummy head 的下一位。再看我们的白板，我们透过 dummy head 的方式，直接在所有的节点后面都影射我们的答案，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对 head这个位置做特别的边界处理，我们所有的逻辑都变成只要令 R 的 next 有一个插入一个新的 list node 就好了。然后呢，最后回传的时候要记得 dummy node 是假的，它是我们不需要的 node， 真正的 head 在 dummy node 的下一个 ，dummy node 的下一个才是真正的 head。所以我们回传的时候要记得回传 dummy head 的 next。那最后呢，为什么我们的 dummy head 要用区域变数的方式宣告？因为如果我们用区域变数的方式宣告，当这个函数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的 dummy head 就会自动被销毁了。所以我们不用手动的去处理 dummy head 的记忆体位置，它自动的在函数回传的时候就会被销毁了。也就是我们的写法直接变成了 return dummy head 的 next， 这样就行了。dummy head 呢是一个很常见的 linked list 的技巧，它其实就像几何作图的辅助线一样，它可以让你的程式逻辑在整个过程中变得干净，它不用针对 head 做额外的边界处理。那只要你用完之后要记得把它擦掉就好了。以上就是这一题全部的解答。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我是冰角，我们下一题见。